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不为人知的心灵角落。INFJ 的心灵角落，你以为你懂，但其实你不懂。如果你问一个 INFJ， 嘿，你在想什么？他们可能会微笑着说，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事实上，他们的内心正在上演一场权力游戏加黑镜的混搭剧情，外加一点悲惨世界的内心独白。他们是 MT 里的独角兽，稀有到不行，据说只占人口的1%到2%，而且还自带一种我很温暖，但你别太靠近的气场。INFJ 的心灵角落就像一座隐秘花园，表面上鸟语花香，里面却藏着一堆你意想不到的怪东西。让我们一层层剥开这颗洋葱，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吧。第一角落，无人知晓的救世主情节。INFJ 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，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什么，可能是朋友的坏心情，地球的环境危机，甚至是隔壁桌咖啡师忘了微笑的灵魂。他们会默默地观察你，然后在心里制定一个拯救你的计划。举个例子，你随口抱怨，今天老板又骂我了，别人可能说，哎呀，忍忍就过去了，但 INFJ 会想，他的情绪需要被理解，让我花3天时间分析他的童年创伤，再写一篇500字的鼓励信，偷偷塞进他的包包。但这个就是主情节有个致命弱点，他们从来不告诉你自己在干嘛。你以为他们只是安静地点头，其实他们已经在脑内模拟了你的人生剧本，还顺便帮你选好了结局。他们不说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出来就没意思了，或者怕你觉得他们太夸张，于是这份心意就默默埋在他们的心灵角落，像一罐过期的罐头，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第二角落，内心戏多到可以开剧场。INFJ 的内心世界丰富的像 Netflix 片库，但他们很少把这些剧情说出来。你问他们周末干嘛了，他们可能淡淡的说，哦，就在家休息。但真相是，他们在家里脑补了一场星际大战，幻想自己是带领反抗军的领袖，还顺便跟外星人谈了一场哲学对话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们可能还会因为幻想中某个角色死掉而偷偷掉眼泪，然后自我安慰，没事，这只是我脑子里的事。这种内心戏多到爆炸的特质，让 INFJ 在现实中看起来有点慢热，别人聊天时哈哈大笑，他们却在旁边静静的微笑，因为他们正在脑内把你的笑话改编成一部黑色幽默电影。这不是他们高冷，而是他们的内心剧场实在太忙，没空参与现实的综艺节目。第三角落，完美主义的黑洞。INFJ 对自己要求高到离谱，简直是完美主义的黑洞。他们可能花3小时挑选一张 IG 照片的路径，因为这个色调不够表达我的灵魂深处。写封 email 给朋友，他们会改10遍，因为这句话好像不够温暖，万一他误会我冷漠怎么办？这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让他们的心灵角落里堆满了未完成计划的墓碑。比如他们可能有个梦想是写一本小说，但第1章已经改了87次，还没敢给任何人看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完美主义只对自己生效，对别人 INFJ 温柔的像个圣母，会说你已经很棒了，别太苛责自己。但轮到自己，他们就像拿着放大镜找瑕疵的质检员，永远觉得还不够好。这个矛盾的心灵角落让他们既可爱又让人想摇着他们的肩膀说，放过自己吧，拜托。第4角落，情感雷达过于灵敏。INFJ 的直觉 N 和情感 F 组合简直就是个人形的情感扫描器，他们能从你的一个眼神、一句话的语气，甚至是你没说出口的停顿里读出你心里的风暴。朋友聚会上，你假装开心，但 INFJ 会默默走到你旁边，低声问，你还好吗？你可能惊讶地想，我藏得这么好，你怎么知道？答案是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知道。这个超能力虽然很酷，但也让他们的心灵角落塞满了别人的情绪。他们像个情感垃圾桶，总是自愿帮别人扛负担。朋友失恋，他们比朋友还难过；同事被裁员，他们会失眠一整晚思考我能帮什么。这种过载的情感输入让他们偶尔需要关机，躲起来不回讯息，不见人，因为他们得先把自己心里的情感硬碟清空，才能重新上线。第5角落，神秘的门机制。INFJ 有个著名的关门 Door Slam，
技能，也就是当他们觉得某人伤害太深或不值得信任时，会毫不留情地把对方踢出自己的世界。别人看起来像是，哇 ，INFJ 怎么突然变冷漠了？但其实这扇门背后的心灵角落藏着一堆挣扎，他们不是随便关门的。在关门前，他们可能已经忍了半年，给了你无数次机会，还在心里写了3篇论文分析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救。关门之后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，但内心可能还在偷偷悼念这段关系。他们会把这段记忆锁进心灵角落的某个抽屉，偶尔翻出来看看，然后叹口气说：“哎，当初还是太天真。”这种外冷内热的反差，让 INFJ 的神秘感又加分不少。第6角落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。INFJ 的心里住着一个完美世界，那里人人互助，没有冲突，每个人都被理解。他们可能是那种会为了一只流浪狗掉泪的人，或者看到新闻里的社会不公，就默默发誓我要改变世界。这个理想主义的角落是他们的动力来源，但也是他们的痛点，因为现实总是比他们的梦想残酷。他们得不断在我想改变一切和我真的好累之间拉扯。这个角落还藏着他们的小怪癖，他们爱幻想未来，但又怕未来不如预期。比如，他们可能计划10年后要开一家慈善咖啡厅，但下一秒就开始担心，万一咖啡豆涨价怎么办？万一没人来怎么办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摔跤比赛，让 INFJ 的心灵角落既浪漫又焦虑。第7角落，不说出口的小叛逆。别看 INFJ 温柔，他们内心其实有点叛逆。他们讨厌被框框限制，对于你应该这样，社会就是这样的规范，他们表面点头，心里却翻白眼。他们可能不会公开反抗，但会默默用自己的方式打破规则。比如，老板说按流程来，他们会偷偷改良流程，还不告诉你，因为说了你也不懂我的天才。这个叛逆的角落还藏着他们对自由的渴望。他们可能梦想辞职去流浪，但现实中还是乖乖上班，因为责任感把他们绑得死死的。这种内心的推拉，让 INFJ 既像个老灵魂，又像个藏着秘密的青少年。INFJ 的心灵角落就像一座迷宫，里面有温暖的灯光，也有幽暗的转角。他们是矛盾的混合体，既想拯救世界，又想躲起来；既温柔体贴，又固执的要命；既理想主义，又现实的让人心疼。他们不轻易让人走进这些角落，不是因为高冷，而是因为他们怕你进来后会迷路，或者更糟，被他们的内心戏吓跑。所以下次你遇到一个 INFJ， 别急着说我懂你，他们会笑着点头，但心里想，真的吗？连我自己都不懂自己呢。他们的心灵角落是个永远解不完的谜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才那么迷人，对吧？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